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这28点和平协议啊，其实就是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有3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权利已经被拿走了，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扎波罗热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你还有什么权利吗？出来执行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美国要把你里面剩下的产值期了以后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至于你说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哦，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啊。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抱歉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丧国入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去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啊，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了。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期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那你说批评这个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连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这2种情形而已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然后更绝了，
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的是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伦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那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个28点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2个安全，第3个债务跟削减制裁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好像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2个就是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地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4分5裂，发生战争，最后呢，
啊，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这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傅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红军城对啊，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那但是现在说要割地啊。那其实这个割地，其实这个问题回头就要问泽伦斯基了。当初如果不打这场战争的话，你可能说这4州未来被割出去吗？我们来看啊，卢甘斯克其实他已经全境都已经被打完了，可是顿内茨克没有哦，顿内茨克只有打下了76%。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
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它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啊，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它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1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1半供乌克兰，1半卖回俄罗斯。好，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1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叫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
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他的领土一直沦陷，他每1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1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3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扭转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3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我们要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皮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皮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这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打。大家记不记得第2个是欧洲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能力来讲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成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
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啊，可不可以接受？对。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哦。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哦，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你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红军城跟库皮扬是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内线全部被打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俄军会不会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记得一句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时候普京提的是什么条件？他说：“你们最主动退出整个顿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击赫尔松。”那现在反过来，他现在呀自己把整个顿巴斯打下来了，那我会不会继续攻击赫尔松？他继续攻击赫尔松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我认为是敖德萨，敖德萨是一个港口。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么一直在这样强调？记不记得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第一次开打的时候，俄军就派兵去占领蛇岛。我想印象大家应该还记得，蛇岛有七个阿兵哥在那边嘛。后来他们这个比个中指就向俄军投降了军舰，因为整艘军舰开到你这个小岛上面来。那蛇岛在什么位置？蛇岛就是敖德萨的门口那个岛。今天特别关注在乌俄战争哦，因为乌军的前线非常的努力在拼命打仗，但是后方却有奢华的贪腐丑闻爆发出来。泽伦斯基的亲信竟然收了是1亿美元的回扣。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他的心腹坐拥金马桶，现在也说潜逃到以色列去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乌克兰的前线现在的最新进度哦，俄军已经持续的向他们的南线扎波罗热推进了，并且拿下了2个重要的要点，逼近了扎波罗热的前线城镇，并且剩下这个奥里西夫只剩下9公里的一个距离了。乌军现在可以说是前线告急，而且主力不断的撤退。就在此刻，没有想到能源设施也大受影响。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也同样是遭到俄军的袭击，尤其是现在冬天也要到了，看到他们的港口跟能源基础设施都已经受损了，将近4万户因此停电，而距离冬天现在看起来剩下1个月，但是乌克兰已经痛失了大约是1/3以上的天然气。那么乌克兰预估将会面临4年来最严峻的冬天，眼看情势都已经这么的危险了，基辅的权贵们就在战争之时，竟然是闷声发灾难财哦。我们来看到的是基辅爆出的能源部门回扣的黑幕，高达了1亿美元。涉案的这一位是谁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其实他是很重要的核心人物，泽伦斯基的核心人物，这个叫做国王人马的明迪奇，他是泽伦斯基多年来的挚友，娱乐公司的合伙人，更是当时泽伦斯基能够当上总统大位的重要金主的造王者哦。曾经他还甚至跟泽伦斯基住在同一栋，一起庆生过，2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挚友。结果调查单位发现到他有贪污之后，是立刻到他家里去搜索，没有想到在他家里搜出了成堆的现金，豪宅内更是有奢华的金色马桶。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哦，金色马桶是用纯金打造的。于是呢，调查单位就已经决定好了，有一天要来去拘捕他。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发现他已经提前收到风声，所以逃往以色列去了。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前线都在流血，后方却在抢钱，怎么乌克兰的高官是在闷声发国难财吗？大使怎么看？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解释的空间啊，怪不得泽伦斯基叫他不要打，他偏偏要打，叫他停火，他也不停火。你提什么方案来，他都不愿意接受。连美国的川普总统出面说你没有牌啊，你干嘛一定要打呢？你每天死伤这么多，你干嘛要打呢？那现在我们找到可能答案了，就是原来打仗有这么多钱好赚。如果不打这场战，请问一下，那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明迪奇能赚1亿美金吗？对，凭他的娱乐公司能赚1亿美金吗？他们当时是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啊，对，
然后能赚多少钱？对，原来这个这么好赚，1亿美金，这个是天文数字啊。那不过这个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些人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啊，对不对？那个你看前线那些被俘的乌军，他说我已经7天没有饭吃啊，我连水都没有了，对我现在连弹药都没有，所以我投降了。那俄罗斯每天都要抓这些战俘啊，都放出来给你看啊，都是弹尽援绝。然后这个在俄乌战场现在抓到这些战俘啊，乌军战俘真的蛮可怜的，都是老头子啊，头发花白，然后呢胡子都是花白的，那个都差不多5、60岁了，那种还在战场上拼命，结果没想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好朋友还在那边捞钱。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时候才被发现？因为这个案子调查了1年半了，1年半了，这时候才发现。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这场战争该停了，或者有国家认为战争该停了，就是泽伦斯基死不愿意停战，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底给你掀出来。原来你们在那边大捞其钱，那而且最可恶的是说，怎么可能是案发之前人会先逃呢？对，这种最高机密的事情，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机构。那个泽伦斯基在之前就要废除这个独立机构，那时候乌克兰人民坚决反对这个独立调查贪腐的2个独立机构不能够被收并。那结果还是搞了1年半才能查出来。家里面有这个金色马桶那么多现金，这样子玩法的话，会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高的这个政治阴谋在里面啊。那如果是要泽伦斯基走人的话，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啦。那不晓得泽伦斯基还能不能继续待下去？那他不待下去，是不是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好，贪腐案爆出来的时机点让人存疑，就是说这个时机点实在太刚好，是不是因为泽伦斯基不愿意停战呢，所以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但是泽伦斯基针对这个贪腐案，他是真的不知情吗？干哥又怎么看？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核心人马做出切割，也没有跟自己清楚的说明他跟他的关系。那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可以让他潜逃到以色列去的？谁能通风报信？我不说他是共犯，已经对他是客气了，好不好？明迪奇这个人呢，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物，他在幕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有人给他撑腰，就这么简单。你仔细看他在莫斯科的家里被查扣了不是莫斯科那个在基辅的家里被查扣大笔现金，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冲促逃亡的。不可能，没有人会他可能连保险柜都会清空。对不对？可是他当时急到连家里的钱都来不及走，可见得他没有回家，就连夜就逃亡了，直接坐飞机到以色列。代表什么？代表他接到这个讯息，已经不足以使他有机会再处理他的财产。所以乌克兰反贪局国家反贪污局这个单位叫 NABU， 这个本来就是准备被泽伦斯基给拿掉。但是因为你在战争期间，你这样做的话会引起侧目，暂时它就停下来了。事实上，这个 NABU 坦白讲一句，他们调查这个案子不是只有1、2年而已，10几年前就开始在调查。那这一次终于有比较新的成果，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们已经查到了谁？前能源部长哈卢申科，已经调查到哈卢申科身上，离泽伦斯基就不远了。这代表说什么？如果都已经查到前能源部长，因为哈卢申科跟以前泽伦斯基就是麻吉啊，对不对？那明迪奇是谁呢？明迪奇就是一个95街区这个公司是一个娱乐公司，乌克兰最大的娱乐公司，等于是经纪人公司啦。那泽伦斯基当年就是在他的旗下出道的，作为喜剧演员，所以跟明迪奇是2个人是非常就是交情是非常好的，也培养出很多乌克兰的那种演艺人员。所以他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他等于是代表政府，可以跟很多公司拿回扣跟很多公司谈判的。一个娱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角色怎么会转变那么多？那你泽伦斯基就要来接受询问嘛，是不是这样？哈卢申科至少回馈了1亿美金给谁呢？给明迪奇，因为
能源的游说。那坦白讲，那钱到哪里去了呢？是明迪奇放在自己口袋里吗？这不可能，你用常识判断也知道。所以我相信哦，泽连斯基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什么？面临的内外的压力，双重压力啊，要他可能在这个战事之中做一个决定。还有，他如果说他真的贪腐被人家确认的话，哈，只剩下美国老大哥可以帮他了，就看川普接下来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看很艰难的，如果战事再不结束的话，恐怕也保不了泽伦斯基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俄乌战事哦。这一回俄罗斯他祭出他的无人机大军哦，这个还压垮了乌军的最前面的防线。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尤其现在陷入最大困境的就是红军城失守，正式的进入倒数了。比较奇怪的事情就在此刻，川普竟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豁免匈牙利，说你可以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川普即将为接下来的下一场双普会来递出橄榄枝呢？对于整体的俄乌战情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俄乌战场的战场正在快速的倾斜，乌军的防线全面告急。CNN 这样形容，他说现在可以说是乌克兰最黑暗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此刻的俄罗斯，来自于 CNN 的报道，正在发动夜间无人机再加上飞弹的疯狂袭击，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现在几乎是陷入在全面瘫痪里面了。乌军也做了一个统计，在它的东线战场上哦，它的无人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数量已经是乌军的10倍以上了，而且他们这个抬头一看哦，空中都是见证者无人机占据，从顿内茨克一直到哈尔科夫、基辅，天天都可以看到爆炸声跟火光，电力设施也都被无人机海炸成了废墟，而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来自于哪里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透过这种廉价的量产方式啊，使得无人机海战略是相当的成功的。尤其在他们的工厂可以看到，他们已经采用的是模组化的生产线。大概多少钱呢？其实造价也是成本非常的低的，一架见证者无人机造价大概是2万美元，但是如果说乌军啊，你今天想要把这样的无人机打下来，你得花1枚300万美元的防空飞弹，所以可以看到乌军它采用低成本换来的是高杀伤力，而大概月产能呢，无人机可以达到60006000架，包括了见证者131，还有这个136跟238等等。那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俄罗斯靠无人机海战术颠覆了整体的战争的规则，月产能6000架到底靠的是什么？接下来乌克兰怎么办？的确，无人机在战场上出现啊，是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最重要的巨码。它的出现真的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对于战场上的认知。对于俄罗斯来运用的话，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无人机的产量远比乌克兰大太多了。虽然他们的零组件都来自中国，但是工厂的产量毕竟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无人机被打下来以后要补充的话，俄罗斯补充没有问题，乌克兰补充就很有问题。那第二个啦，俄罗斯的无人机除了以量取胜以外，精准度也高于这个乌克兰的精准度，所以俄罗斯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关键设施，比如发电厂啦、输电设备啦，这个所谓的瓦斯槽啊，然后这个汽油储存槽啊等等，弹药库啦的精准度几乎是相当的高。那你要防空系统又被瘫痪，因为你动不动你要拦截它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它无人机的成本啦，所以它根本不怕你拦截，它就像盗货一样，盗一大堆让你打，消耗到你的防空力量。所以乌克兰在这边已经是疲惫了，已经无能所作为了哈。再加上在城镇作战上，俄罗斯发展了一套立体战术，这个也没看过了。我们传统上的早年的城市作战是瓦格纳跑进去这样做特务作战，死伤很重。现在红军城打仗，俄罗斯人根本没有什么死伤。他第一个就派无人机进去侦察，而且侦察的那种精准度非常的高，看这个乌克兰军队的火力点在哪里，人藏身在哪里。然后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官指挥啊，他的自己的无人机啊就会自己去调动什么，传给后方。他觉得这个打榴弹炮，我打榴弹炮；这个要打火箭就打火箭，然后这个打导弹就打导弹，然后这个用滑翔炸弹，它几乎就是一个同时间的，你根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新型的作战方式。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听到消息，我赶快跟我的长官我们这个小舰长报告，现在在哪里有个火力点，我们该怎么去把它清除？然后他就报告上级，他7、8告报对上面说好，我们导弹打，人家都跑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是无人机直接定位，那直接用电讯传过去，那确认是没有错，马上就这自动连线就打过去了。所以这个城镇作战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无人机的重点是中高空也可以，中低空也可以，低空也可以作战，甚至还可以打到坑道里面去。是好，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型的一个作战形态，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海作战。那整体影响的包括了在红军城，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恐怕陷入到非常严重的困境。有人说这个已经是最后的倒数计时了，在红军城的部分包括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自于乌方的情报说呢，俄军在顿内此刻目前已经集结了17万的兵力，那么兵力比例是高达8:1，包括了可以看到当地每天都是炮声连天。但是呢，现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分析也警告说，乌克兰必须要立刻的做决定，到底他在红军城这边是要硬撑下去还是撤退呢？因为撤退的这个拖的时间越久，就会越危险。他甚至说，恐怕重演包括了2023年的这个巴赫姆特悲剧，甚至是2024年的阿夫迪夫卡的崩盘。那么，包括了红军城，它是乌东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失守的话，乌军整条的补给线就会陷入在全面崩溃，也代表俄罗斯恐怕重启在东线的一个总攻击。舰长怎么看红军城的部分？我本来不想拿红军城的地图，因为红军城几乎95%已经陷落了。那如果说现在拿出来的这个地图的话呢，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刚刚讲到说，要乌克兰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撤退，因为这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前行攻势要封口了。一封口，你留在这里面的部队，对不起，这个是155机械化师，你都逃不出来，全部歼灭在里面。因为如果让你们这些人逃出来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我还要养你啊，那我直接把你歼灭在那里，你还没有办法去支援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乌克兰现在的战术啊。那而且呢？对不起，俄罗斯现在的战术，而且俄罗斯之前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再听到说哪一个国家提供他任何的防空飞弹，例如说爱国者啊，或者是任何的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因为现在俄罗斯之前啊，俄罗斯用他的无人机去袭扰了罗马尼亚，跟袭扰了波兰，然后用他的米格31切进这个爱沙尼亚的领空。现在那个欧盟每一个国家，人人自危啊，是没有人会提供任何的防空飞弹，这个也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呢，就是俄罗斯直接加大了使用这个无人机的力度，而且大家认为你无人机嘛，你大概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不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它的无人机，也就是见证者136，它可以飞650公里，它大概就是这个样的范围啊。那如果说是我们讲到说见证者238的话，它的距离、它的范围几乎所有的北约统统涵盖在内。而且这里面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也就是它各种载台都可以发射。大家以为它一定要固定吗？它反而不固定啊。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样的载台啊？这个是美国的皮卡 RAM， 那它直接放在上面，而且它不用停下来，行驶中它就发射了。那而且因为行驶中发射，给了它的一个更多的浮力，让它能够更快的、更短的距离就能够起飞。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俄罗斯它的战术的成功。那当然啦，有人讲说没有防空飞弹，刺针啊，刺针拿出来用就对了。对，糟糕的就是刺针。我们刚刚讲这一些，这个见证者啊，它的价格造价就是2万美元嘛。我们来看看刺针有多贵啊。
次增如果以2020年的报价，1枚要11万美元。那也就是说，它以下市来换你的上市啊。那问题是，美国又有多少的次增呢？那美国要不要为自己留一留呢？那而且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一个有关于这一些北约国家，他们大家也想抢啊。那也就是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成现在没有人要支援乌克兰，乌克兰只能坐以待毙。好，现在包括了整个乌克兰哦，这个欧洲国家人人自危，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的态度也是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向。我们等一下要来看说，是不是川普认为说他想要为下一次的这个双普会来铺路了？等一下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之所以会这样分析，是因为白宫这时候释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川普在会晤匈牙利总理奥班之后，他竟然宣布了要豁免匈牙利可以使用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达到1年。那么俄罗斯接下来除了可以买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跟石油之外，还可以跟俄国的能源公司合作，这让乌克兰跟欧洲国家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的。川普还放话，我很有可能再次会晤普丁，代表双普会可能重启了吗？杨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他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讯号？这个时候，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为什么会到白宫去，还跟川普2个人一起吃了午餐？我个人觉得奥班是来传话的，这代表着普丁告知美国总统川普，川普会要进了。之前我答应你的，不好意思，拖了一下，因为红军城还没有打下来。红军城如果被打下来，陷落了，他就可以有17万到18万的军队转移到其他就是顿涅茨克的这些交战点，那整个顿涅茨克现在可能就会被俄罗斯很快的取得，如果不是月底年底，应该就是明年初。那所以呢，奥班这个时候来就是告诉川普，也就是当初其实在10月15号他们在阿拉斯加会面的和平协议然后说要接下来双普会在布达佩斯举行，那甚至呢3面会谈或者是多边会谈，那时候都记不记得还讨论到，谁要来驻军乌克兰保护？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的乌克兰，所以问题都不是在这些问题上，这是不是加入北约啊，是不是中立化啊，这其实都可以讨论。问题就是在普丁认为他在地面战争要取得关键性的胜利，那就是红军城。红军城一旦取得，因为红军城已经包围多久？21个月了。他现在里面60平方公里只剩下2万乌军。外面一圈包围的是17万、18万的俄罗斯军队，而那个口大概只剩下2公里了，而且布满了地雷，对，大概这个所谓的后援也进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出去也困难。所以当他觉得说这是一个时间点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呢，因此他就告诉川普，这个时候你那个线你那个划界应该就很清楚，我就是要顿巴斯。也就是卢甘斯克加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老早就被俄罗斯全部的占领，顿涅茨克就是卡在这几个站点上。那尤其是红军城，那过去因为泽伦斯基这边就是不愿意退让，他觉得其实我还是在守住这些地方。那现在呢，取得了这个可能的胜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俄乌战场，现在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比较升级性的一个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战场现在变成了美俄它的飞弹对决的一个试验场。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首度证实的，俄军现在动用的这个飞弹是9N729飞弹，是当时被这个中程核飞弹条约明令得禁止的这个飞弹，现在竟然用它来攻击乌克兰算是俄军首度的动用了。那么它的射程，根据了解，最大射程是2500公里，而且它是可以搭载核弹头跟传统弹头的。过去刚刚说了是被美俄列为是中程核飞弹条约里面禁用的一款飞弹，为什么他要把它拿出来呢？这一回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那么它是来自于这个外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说这是普丁对美国总统川普终结战争外交努力的一种蔑视，才会射出这样子的一个飞弹。CNN 也来报道了，他是说除了
普丁有动作之外，我们来看到川普也有动作了。五角大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会来提供美制的战斧的巡弋飞弹计划。那么川普做回应说没有考虑批准，但是呢很难说，或许我未来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飞弹做使用，委员怎么解读？乌克兰会不会成为美俄飞弹对撞的核火线最前线？已经是如此了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9M729是可以载核导弹跟常规弹药的这一款巡弋飞弹的，它基本上有个外号叫螺丝起子，screwdriver 哈，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它由伊斯坦克格尔那个导弹系统就可以发射了，它是一个陆基发射的。那过去美国这个俄罗斯签的中程核飞弹条约是限制什么？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范围里面都称作中程飞弹。那任何可以装载中程飞弹的这些武器啦，通通要销毁。那俄罗斯销毁的比较多，销毁了几千枚，那美国只有销毁了几百枚。那这是1987年达成的协议，大家都遵守。可是后来美国的这个战斧导弹啊，为什么没有在这限制范围里面？因为美国的战斧导弹是空机跟海基的，它当时只规定陆基的受限制，空机跟海基的不受限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装模作样啊。那到了普丁这个上台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公平，所以他们就开始恢复中程核导弹。因为开始美国人的船开到人家门口去，然后用战斧导弹打你，说我这个不受限制哦，因为我是海基的。这个叫掩耳盗铃嘛哦。那所以俄罗斯它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海军的舰队，所以它就开始发展这一类的中程核飞弹。那这一次在乌克兰上面就把这个9M729拿出来。其实最早要限制的，美国想限制的就是9M729，这个叫螺丝起子导弹。那听说精准度比战斧导弹不晓得高多少。那我们就看看乌克兰面临现在处境啊，几乎他们想打的地方没有打不中的哦，这是乌克兰目前比较头痛的地方哈。那你要把它解释成所谓普丁对于川普终结俄乌战争的努力的蔑视也可以啦，因为普丁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就叫乌克兰依他的条件来投降而已嘛。那你这个川普你给他什么？他说我打这么久了，你能给我什么？那再加上这个。红军城只要陷落，应该差不多了。如果只要陷落，那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剩下已经不是重点了。哦，所以他用这个俄罗斯式的战斧导弹怎么打？他说只要他成本划得算，他就会怎么打。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俄的飞弹现在在乌克兰境内不断的互轰。那另外一方面，战场的第一线，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红军城，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的不利简直可以说是陷落了。我们来看到，现在乌军的部队仍然是在东部的重镇这个红军城这边展开一个全面行动，要反击这些入侵的部队。那么俄罗斯的说法，他说早就已经用前行的攻势完成了对于红军城的包围。美国智库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俄军突袭部队正在寻求绕过乌克兰，在红军城的据点路线渗透到乌方的这个防线的后方。简单来说呢，现在战争研究所的一个披露，意思就是说，俄军派出他们的炮灰部队做前锋，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跟炮火。那么吸引到之后呢，他们再用自己的主力部队去锁定坐标，来做一个比较精准针对于乌克兰的轰炸。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吕舰长？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M729的那个飞弹啊，其实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是左边的这一枚，右边这一枚呢，就是刚刚郑源老师所讲的伊斯坦格尔的这个飞弹，它是可以用同一个运输载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它有趣了，它公布他们这两款飞弹其实都是同一个载具发射，他公布的射程呢，480公里，490公里，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射程。是这样的，真正的如果按照这个智库的研判的话，它的是2500公里。250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几乎所有北约的成员国通通在内。
那当然有很多的说法，说为什么会使用这一种飞弹？那大家有人说，哎呀，这个俄罗斯的飞弹要用尽了，错。其实它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展现它的核武实力。因为这个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讲法，也就是核弹头跟常规弹头都能使用。它现在用的是常规弹头。但是我这样子慢慢的飞啊，我就是让你们看清楚，这个未来可以携带核弹头，你们再说用这一个战斧试试看。战斧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忘了吗？战斧就是提风飞弹，提风飞弹在今年的这一个互生匕首的这个军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欧洲发射过一次，它就是从陆地上发射的，所以美国早就没有在搞这个中导协议的那个约制了。那至于红军城的部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在讲，小舰长你讲红军城已经讲了1年多了，对，因为很难打。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前行攻势，就是这个位置，其实红军城在这个位置，然后其实这个两边前行之后呢，直接封锁了他的那个未来他的一个乌克兰部队它可以撤出的路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啊。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打法，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义务海军陆战旅直接切穿。它为什么要这样切穿？因为它这样切穿之后，让这个红军城这一片通通都是红军城，让红军城的乌军直接切割成2个部分，那这个比较浅红色的都是10月他才刚占领的。我们不要忘了前行有另外一边啊，它这里就是要跟上面呼应，然后直接的汇合之后，然后这下面的就直接的被那个前行包围在里面。这就是俄罗斯从我们之前讲到的库斯克一直打到现在红军城，他一直使用这个路线，而且这里面最糟糕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北边，也就是罗金西克的部分，那南边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谢利多沃这个部分，它有一条公路，这个公路其实现在通通都在俄罗斯的手上。那在俄罗斯的手上是什么状况？它可以不断的那个军援它的最前线的部队，但是相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后继无力。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个红军城大概也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大概就已经被扫平。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当年乌克兰为了因应俄罗斯的可能威胁建立的堡垒城市的最后一个。今天俄乌战场的第一线赶快关心，川普这一回对普丁是正式的翻脸了，并且制裁俄油，但是引爆了俄罗斯说要祭出这个是引爆的是核演习。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关心的第一线战场是库皮扬斯克正式的陷落，乌军也因此溃退哦，怎么回事？在此时此刻，泽伦斯基则是抛出了12点投降书，求川普放生。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确实，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再度的变脸了。上周大家还记得吗？他才痛批泽伦斯基，痛骂他应该要割地求和，这周立刻改了，他这一次是强硬的制裁普丁，并且说呢，他已经搁置了和普丁在匈牙利举行峰会，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跟普丁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川普还一口气针对了2家俄罗斯的2大能源巨头，包括了这2家俄罗斯石油跟陆克石油，祭出全面的制裁令。这制裁一下来，普丁可是非常火大了，他立刻火速的反击。我们来看到普丁说什么？他说下令他的核武部队演习来做反制，核3位一体会全面的来出动，不管是他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他的潜舰，可以看到他也发射了他的同时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而已。川普的态度为什么一变再变？而针对于俄罗斯这2家石油公司祭出制裁，引发了普丁核武反制，川普是打到痛点了吗？上志哥怎么看？哇，对于乌克兰战争来讲，川普现在真的打摆子哦。在跟普丁通完电话之后，见泽伦斯基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让泽伦斯基最后在华府路边接受记者访问，非常非常狼狈哦。
那么可是之后呢？可川普又想了一想之后，又决定要取消在匈牙利跟普丁见面。不止如此，反手加码，就是提到的，现在这次的制裁，俄罗斯石油跟陆克这2家俄罗斯的最大的全球的石油公司。这可是现在在最早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开战之后，美国现在新一波的制裁哦，所以这个动作还算是蛮重的，而且在1个礼拜之前，英国才制裁。那你说真的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有吗？会有。其实当然在上个星期，当英国先制裁之后，确实对整个这2家大石油公司有一点影响。但呢，川普直指的时候，可不是他的其他的这个销售，主要还是希望对于中国跟印度买石油的压力。当然我们知道，每次在长久以来类似这种政治动作、这种制裁动作，主要是2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说，希望这件事情其他的国家，像中国、印度不要买。对于国家性的要挟，第2个部分是对这个产业链，希望逼迫这个相关产业的上下游都能够排挤他们制裁的公司。过去科技也都是这样子，可是石油不太一样，终究没有什么太多上下产业链的部分的问题。所以中国跟印度，你说就因此会惊吓不买单吗？川习会的部分习近平就好啊，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可能吗？当然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川普在这个摆动之下，只能重手越下越重。但你说会有用吗？华尔街市场没有反应，麻痹了，普丁也麻痹了，所以我认为效果是低的。好，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谈判。台面下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线战场，等一下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战情图。尤其现在要紧张的地区就是俄军进攻到哈尔科夫的近郊，尤其在库皮扬斯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重大的进展。俄罗斯透过地下管道渗透，早已经遍布整个城市，并且出动了它的摩托车步兵旅跟它的这个无人机部队一起持续的来进行袭击。我们要来请将军来帮我们看俄军是如何在这个库皮扬斯克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下一张的战情图，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并且我们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这座城市如果完全的沦陷，接下来乌东战线会全面的溃退吗？将军怎么看？我首先要说明哦，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哈。那普丁为什么会跟川普2个会翻脸？哈，泽伦斯基为什么会被赶到白宫外面去开这么狼狈的开记者会？一定是跟战场局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哈。那我认为俄乌战争这本来就是一场史诗级的战争，如果说列为军事的教范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场这个教科书级的一场战役哈。是。那我们首先来讲，很明显的，我首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在野战战略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一场外线作战哈。这个乌克兰本身打的一场是内线作战。所以内线作战当初最擅长打内线作战的是辛登堡元帅哈，他曾经在这个辛登堡战役来讲的话哈，这个德军击败了俄军哈，然后拿破仑也借着内线作战以寡击众好几次哈。那所谓内线作战，它的要诀就是我站在中央部分，那我以一部分的兵力，极少数的兵力，然后节约兵力用在这边挡住这个进攻的部队，然后我集中我全力的部队哈，在打库斯克，这就是内线作战。当初库斯克战役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但是很可惜的哈，他集中他绝大部分来讲的话，打库斯克哈，想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但是他功败垂成，所以他内线作战很明显的失败。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外线作战，外线作战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战线发起向心攻击。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出来，包括库斯克这边是一条战线，库皮扬斯克这边是一场战线，那红军村这边是一场战线。那外线作战一个要诀就是你这各线的兵力必须要协同一致，不然你很容易被各个击灭。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讲，大概 focus 在库皮扬斯克跟红军村这2个战场。对。那我们前阵子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川普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俄军不过是纸老虎，只要提供给乌克兰绝对的这种火力来讲的话，提供给他战斧型巡弋飞弹，这个乌克兰有可能夺回所有的失土。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红军村这边这个俄军使了一招叫做机动防御，也就是把这个乌军拉进来打。他故意空出一个口子，把你诱惑你进来，诱惑你进来，结果那时候乌军就误入陷阱进来了，他夺取了300平方公里，事实上是在红军村这边被这个俄军诱骗进来，进来以后，他在这个部队在这边现在在红军村
正在这边被包围歼灭当中。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被拉进来部队就是他的亚速旅，是他最精锐的战略部队。好。我把你的战略部队从这边诱骗到红军村拉进来之后，那这时候我在库皮扬斯克采取攻势了。我的另外线，所以这2线部队是相互配合。这边把你的战略预备队诱进来之后，我在库皮扬斯克发动攻势。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那库皮扬斯克这场战场是怎么打的？我们看一下这场战场怎么打的。其实打的也非常巧妙，真的是说，我觉得说尔后来讲的话，各国的军事学者都会以这场战役来当做一个教科书的教范来做研究。第一个，我们看原来双方的接触线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条红线的位置。这时候这边有一条河叫做奥斯基河，那俄军原来夺取了过河，在这边桥这边只占了一部分的桥头堡而已。那他停在这边不动，那等到红军村那边这个战略预备队，乌军的战略预备队投进到红军村之后，这时候他发动攻势。原来大家以为说是你在这边应该继续向西边来进攻嘛，不管你要打卡尔科夫或者是195，应该朝那边，就没想到俄军他不是往西边打，他往南边打。大家看到这是一条河，是不是？他直接这样沿着河边从这个对岸这边河的这种右岸这边那直接切下来。这是他攻击路线，所以打到今天为止他的双方接触线已经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几乎就是在河的右岸，在这边发动攻势。这条河你们发现打下来以后，原来在这个地块的这种乌军来讲的话，他的后路很快就会被切断，因为你如果说退回去的话，大概只有几条桥梁你才退得回去。如果这几条桥梁被切断，你就退不回去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乌军来讲，必须要赶快的被迫脱离战斗，赶快后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他用144旅跟53两个旅在这2个沿河的桥梁来讲，建立了临时的一个收容阵地，然后掩护后面这3个旅赶快后撤。不然这3个旅万一被切断，整个在这边只有投降的命运。但这个时候这个俄军来讲也顺势向这边发动攻势，所以在1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红线到现在接触线，他已经夺取了这么大一块土地，然后这里面这3个乌军的旅正在被迫脱离战斗之中，他要跑要赶快跑。如果说来不及的话，等到这边如果速度比较快，切断他又跑不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主要的公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说，这次川普跟这个普京2个在这个会谈极可能取消，就是因为这场战役来讲，目前我们看出来对乌军极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在白宫里面会被丢地图。那我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川普的话你看到战况变成这个样，地图给你摆这个样，你会当场把地图走一走丢到这个泽伦斯基的头上，叫他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开记者会，就是因为战况对乌军极不利。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为普京他可能认为说川普啦。他可能认为说是匈牙利那边会谈没什么好谈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说战场你已经变成这个样，你和谈判桌上面你根本达不到你所望的目的。好，谢谢。这个图是将军特别为我们画他亲手画的独家战情图，来自于厉将军的这个针对寰宇新闻台的独家的战情图的分析哦。那另外一方面，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了嘛，俄罗斯祭出如此完整的一个打击策略，现在呢，乌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当然了，在此刻，泽伦斯基他可是急了，立刻的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来自于彭博社的揭露，乌克兰正在和欧洲盟友制定所谓的12点的和平提议，并且挂川普为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来做监督。计划内容赶快来看，要求立刻停火，并且停止进一步的领土扩张，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所有要求。遣返所有乌克兰儿童交换囚犯。并且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以及快速的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当中。另外，最关键的是，只有俄罗斯帮助乌克兰战后做重建，西方才会归还这些300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的是，乌克兰这个泽伦斯基还向签下了这个瑞典的军购协议，接下来他会购买的是150架的施鸠战斗机，这样做就可以来扭转战情吗？另外，12点和平计划是否真的能够止战？委员又怎么看？我觉得欧洲国家跟泽伦斯基都在做白日梦。
写了个12点，他当然是要仿照加沙走廊的。但是加沙走廊跟俄乌战争不一样，加沙走廊是美国亲自给加沙走廊安全保证，说以色列从此不会再打过来。那同时也给以色列保证，他会把哈马斯解除武装。啊，这2点说句不客气，美国都做得到啊，又不太难，对。然后以后的加沙走廊给谁管理？给美国管理，那大家也不敢碰啊。可是请问一下，这3个条件在俄乌战争会出现吗？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先说讲第一点，你说要求立即停火，那请问你要拿什么东西给俄罗斯？像刚才厉将军讲了，俄罗斯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啊，他有什么障碍吗？他没有障碍啊，是因为你乌克兰每天都在兵败如山倒啊。那你要给什么好处？你讲啊，你讲得不出来。第二个，你说停止领土扩张，不是不可以，你要给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叫做返还乌克兰额头啊，你们很好笑，交换囚犯，那个根本就拿起来臭点子的。那个乌克兰，那所谓乌克兰的儿童，大部分都是俄裔的。那现在因为当时因为不打平民嘛，撤退整个学校啊，都移到这个俄罗斯。人家在幼稚园跟小学日子过得很好啊，你看看影片就知道啊。那囚犯主要是指战俘啊，指战俘啊。这个基本上是乌克兰比较多，俄罗斯比较少啊。那说西方要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如果西方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这场战争不会爆发。就西方没有这个本事